唔知道大家去倫敦旅行嘅時候，有冇去過位於柯芬園嘅倫敦交通博物館呢？今次我就引用呢座博物館入面嘅藏品，同大家分享一下倫敦巴士嘅發展史啦。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兔啊，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製作有關香港同文化藝術嘅影片，間中會有開箱系列。我哋希望以輕鬆逗趣嘅方式同大家分享唔同方面嘅事物。如果你有興趣嘅話，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撳埋旁邊個鐘，咁樣嘅話你就唔會錯過任何得意嘅小知識噶啦。咁我哋即刻開始啦。倫敦交通博物館係位於倫敦嘅柯芬園，除咗呢個主館之外，喺阿克頓都設有分館，而且分館嘅面積更大，館藏更多，好多大型嘅展品都喺嗰邊展出。希望第日都有機會去參觀啦。咁呢個柯芬園主館係由建於19世紀嘅花卉市場改建，屬維多利亞時代嘅工業建築。可以睇到牆上嗰啲扭成羅馬風圓拱嘅裝飾鐵柱呢，都油上咗重工業年代常見嘅墨綠色。望埋個天花板，有冇令你諗起邊一個香港公共交通嘅建築物呢？俾3秒你啦，1、2、3，我就諗起卜公碼頭啦。卜公碼頭嘅上蓋係用生鐵鑄造，其實係一般歐洲嘅舊火車站常見嘅上蓋。咁呢張呢，就係我喺 Brighton 火車站影低嘅，係唔係一模一樣呢？唔係講緊隻鴿啊。好啦，我哋而家一齊進入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期嘅倫敦啦。當時倫敦正步入繁榮時期，人口急速增長，倫敦市中心變得越嚟越擠擁，但因為冇任何嘅公共巴士或者鐵路，一般人呢都係要行路去返工嘅，咁所以全部都逼晒喺城入面嘅窄街陋巷居住，導致人滿為患。而私人馬車、出租馬車或者公共馬車都係得有錢人先有錢坐，而有錢人坐嘅公共馬車其實係一種要預約嘅短途馬車，同而家我哋對公共交通工具嘅理解係唔太一樣嘅。到咗1828年，倫敦嘅馬車製造商喬治舒伊比爾去完巴黎參觀，嗰度嘅新型馬車服務令佢印象深刻。喺第2年，佢就將佢嘅諗法引入倫敦。喺當時倫敦最多人嘅返工路線開始經營 Omnibus。Omnibus 係拉丁語嘅意思係所有人，不過其實票價依然好貴，並唔係所有人都俾得起㗎。Omnibus 係靠馬匹拉動，所以其實都係馬車嚟，但又同昔日嘅馬車唔同，佢哋嚴格遵守時間表，唔需要預約，乘客不論身份，亦都唔使同車入邊嘅人係識嘅，只要俾車費就可以上車，又可以隨時落車。所以 Omnibus 唔係一項新發明，而係營運模式上嘅改變。佢開啟咗公共交通嘅營運模式。Omnibus 要由3匹馬拉動，可以載22個乘客。雖然收費唔算平，只有中產階級先至有錢搭。不過養馬嘅成本高，幾乎令喬治破產。但係 Omnibus 的而且確非常受歡迎，從一時之間營運商林立可見。到咗1832年，倫敦呢就已經有400架馬巴士喺路上面跑。之後營運商意識到乘客嘅數量係有限嘅，就開始合作，採用顏色系統嚟去識別路線，並且同意限制馬巴士嘅數量。1851年，世界博覽會喺倫敦舉行。想去博覽會嘅人不惜爬上車頂，咁世界博覽會嘅空前盛況呢，亦都促使咗雙層馬巴士嘅出現。大家由呢張圖都可以睇到，
真係好多人㗎。一開始嘅時候，營運商喺車頂上增加一張冇靠背嘅長凳，由梯連接上下層。呢種長凳睇上去似一種維多利亞時代喺廚房用嚟磨刀嘅工具，於是由呢一種配置嘅馬巴士呢，都被稱為 Lifeboat。Thomas Tuning 設計嘅 Lifeboat 呢嘅表現係最出色嘅，佢最多可以載26個人，比 Omnibus 呢就多4個人。佢雖然分2層兼加裝弧形嘅樓梯，但係車廂呢就比 Omnibus 細，亦都比 Omnibus 輕一半，只係需要2匹馬去拉。而 Omnibus 呢就要3匹馬去拉，咁拉2匹馬嘅話，車夫更加容易駕馭，亦都慳返啲養馬費，同埋馬匹少座，都更加容易穿過倫敦嘅狹窄街道。1880年代起，上層座位改良為 Garden Seats， 即係面向前坐嘅座位。而家喺倫敦街頭仍然可以見到雙層馬巴士駛過㗎。呢張呢就係我喺白廳影落嚟嘅，架車都跑得幾快。希望大家去倫敦玩嘅時候都有幸見到啦。依靠馬作為動力嘅，仲有之後出現嘅有軌馬車。營運商將鋼軌鋪設喺路面上，鋼軌同路面高低齊平。喺使用相同數量嘅馬匹嘅情況下，有軌馬車嘅速度呢會比馬巴士略快，比馬巴士能夠承載更多乘客，車費更平。不過有軌馬車都唔係完全冇缺點，軌道嘅安裝同埋維護會阻住條路，有時仲要封鎖條街嚟去修理軌道，而且會有出軌嘅危險。馬巴士嘅出現增加咗人嘅流動性，但利用馬力作為公共交通工具嘅動力，亦都為倫敦市帶嚟其他問題。要維持呢種交通運輸，需要5萬匹馬。根據當時嘅一位作家嘅講法，呢啲馬每年就食咗25萬英畝嘅食物，相當於大約1011.71平方公里。香港嘅土地面積大概係1106平方公里，即係差唔多要食晒成個香港咁多啊！更加麻煩嘅係，呢5萬匹馬每日會帶嚟1000噸嘅馬糞，要處理大量嘅馬糞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尤其潮濕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啦，倫敦其實常常都會落住毛毛雨，於是乎路面上嘅馬糞呢都會變得濕嗒嗒，可以想象得到，應該都會覺得幾難受。而其實啲街道清潔車只係每日將啲馬糞倒喺倫敦較貧窮地區嘅大堆糞便上面，令貧民區嘅衛生環境更加惡劣。加上照料馬匹，除咗要餵食同清潔，仲需要鐵匠同獸醫加以養護，要好多錢㗎。LGOC 係當時最大嘅營運商，佢嘅營運成本有55% 都用咗喺照顧馬匹。如果飼料嘅價格上漲，養馬嘅成本就更加高。所以到咗19世紀晚期，為咗取代馬匹， LGOC 都開始咗對引擎巴士嘅試驗，為巴士帶嚟新嘅動力。咁究竟技術革新會為巴士嘅發展帶嚟乜嘢改變呢？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下一集再繼續同大家講倫敦巴士發展史。記得鍾意嘅話要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啊！如果唔想錯過下一集，一定要記得撳埋隔離個鐘，就可以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新片啦！多謝收睇，下次見，拜拜。